新官上任3把火，火全燒自己身上。入職前一定要查清楚公司財務狀況，哪怕他的宮位是鐵王座。本龍之家族第3季第3集標題叫凱旋的雷尼拉，這個名字的諷刺程度約等於給泰坦尼克號的處女航班年度最佳郵輪體驗獎。雷尼拉奮鬥了2季半，終於坐上了夢寐以求的鐵王座，然後發現自己接手的是個什麼盤子？國庫被前任管理層搬空了，綠黨跑路的時候連根蠟燭都沒給他留，沒有加倍奉還，只有加倍欠債。吊死了捕鼠人，城裡老鼠多到能組建第2議會，大主教端着架子不肯給他加冕，連片頭動畫都改了，一只老鼠趴在鐵王座上舔血。先聊聊本集編劇最大的魔改——假戴倫詐騙案。河間地平原上，戴蒙帶着他的私生子空軍團去收編海塔爾大軍。奧蒙德·海塔爾，本季新晋反派，由詹姆斯·諾頓出演。出場自帶貴婦濾鏡，絲絨披風一甩，活像剛從意大利時裝周趕來的高定軍閥，壞得讓人有點上頭。面對3條巨龍的死亡凝視，奧蒙德的膝蓋表演了教科書級的絲滑秒慫，投降快得像是提前排練過800遍。為表誠意，他萬般不捨地交出了海塔爾家的王牌质子小王子戴倫·坦格利安。戴蒙美滋滋地把人打包帶回君臨，順便發表获獎感言：這場戰爭贏了。在愛反轉的維斯特洛編劇那裡，這句話的性質等同於恐怖片裡說我去就回。結尾反轉揭曉，這孩子是奧蒙德找來的一個商人之子，美容院做了全身大改造，頭髮漂染得銀白透亮，還配了副還原度極高的紫色美瞳。這已經不是易容了，這是坦格利安工業流水線的量產貼牌產品。奧蒙德為了讓小孩配合演出，直接威脅要殺他媽，這敬業程度 HBO 選角部門看了都汗顏。而就在戴蒙對着貼牌貨開香檳的同時，奧蒙德的大軍掉頭血洗了坦博頓。所謂投降是聲東擊西的煙霧彈，所謂欲戴假髮必承其重，但真正讓觀眾崩潰的是黑黨的集體致盲。戴蒙·坦格利安家的活字典，接收人質的全部驗收流程就是看一眼髮色，看一眼眼珠顏色，簽收。中世紀沒有 DNA 檢測，真龍血統的防偽體系竟然可以被一瓶漂白劑加一副美瞳攻破。當然，說句公道話，戴倫6歲就被外派就鎮當駐外員工。戴蒙上次見他時，這孩子可能還在滿地爬，認不出情有可原，連問都不問一句就情不可原了。最慘的受害者是雷尼拉，他對着這個假王子糾結於仇恨和良心之間，情真意切地發表了一番充滿母性光輝的演講。姐姐，你掏心掏肺共情的對象是個戴美瞳的群演，直到吉尾阿利森進屋一瞅，當場拆穿。這到底是誰家的白皮膚小孩？論打假還得是親媽。全劇唯一的質檢環節來自敵對陣營，可寄人籬下的阿利森為何不想想，為了保護親骨肉糊弄過去得了唄？挑明有啥好處呢？為了造這個反轉，編劇把原著裡戴倫王子的成名戰密九河之戰整個刪了。血與火裡的戴倫是騎着藍龍特薩里恩扭轉戰局的少年戰神，是綠黨陣營裡少有的連敵人都稱讚的體面人。到了劇版，他本人沒露臉，先被一個漂染小孩 cosplay 了一集。一個原著戰神的首秀是被自己的假貨搶的。我要是馬丁老爺子，估計又想去播客上寫小作文了。期待下一集真神能夠露面。雷尼拉在洪堡的第一個早晨慘得像零元購洗劫之後的大賣場。導演為了表現他的戰後 PTSD， 把音效部門的 KPI 直接拉爆，高頻耳鳴、沉重鐘聲，還有一種被網友戲稱為波昂的深淵空洞音，每隔5分鐘就往你天靈蓋上砸一下。雷尼拉現在的精神狀態是：走廊裡能看見死去的小杰，床上能感覺到老爹的餘溫，看誰都像鬼，主要是因為欠債的人看誰都像債主。然後雷尼拉坐上鐵王座處理政務的前一秒，生理期到了。原著《血與火》裡，雷尼拉第一次坐上鐵王座是被王座本身割傷的，那把椅子由1000把利劍鑄成，剑刃劃破了他的手和腿。在馬丁的筆下，這是一個不祥的神諭。鐵王座在流血中拒絕了他，是天命對僭越者的審判，是籠罩全書的宿命。而編劇薩拉赫斯大筆一揮，把王座的拒絕改成了子宮的抗議，割傷沒了，換成腹部絞痛。他是想說，女性統治者在扛着國庫空虛、糧食短缺、滿城老鼠的政治高壓時，還得額外克服一層男性君主永遠無法感同身受的身體磨難。
原著裡，王座割傷所有不配的人，男女通杀，那是超越性別的天命敘事。劇版把它替換成一個只屬於女性的生理事件，等於親手把真龍傳人降格成了正在痛經的 CEO， 神聖感蕩然無存。更災難的是實際觀感，影評人給這套操作起了個學名 Hess Syndrome， 為了展現女性困境，先給女性角色制造困境。雷尼拉頂着絞痛，在朝堂上對前來求助的平民大吼大叫，暴躁得像個沒吃早飯的甲方。於是，一個弔詭的閉環完成了。編劇想拍的是他流血也要統治，觀眾看到的卻是他因為肚子疼，所以沒法好好統治。你說你在反刻板印象，結果親手給女性生理期無法理性決策這個刻板印象拍了部宣傳片，想給女權上分，結果上的是對面的分。順便說個本集最妙的因果報應，君臨老鼠成災是因為第2季伊耿把全城捕鼠人吊死了，鱈魚奶酪事件的遷怒，綠黨挖的坑精準報應到黑黨的頭上，這才叫維斯特洛特色的政治遺產交接。蛆蟲烤鼠宴，米其林負3星，主打一個得罪到位。面對餓肚子的平民和囤積居奇的貴族，雷尼拉終於亮出了他的統治哲學，極致的民粹主義行為藝術。他辦了一場國宴，把封鎖期間發國難財的權貴全部請來。貴族們以為是新君示好的團建，酒過3巡，銀蓋一掀，烤老鼠，還是爬着蛆的那種，人均1隻，謝絕打包。雷尼拉對着一桌當場石化的臉發表演講：王國對你們的要求不是掠奪，而是責任。隨後轉頭給城外平民開倉放糧，收穫山呼海嘯的民心。前一秒為貴族吃鼠，後一秒給平民發面包，這套打土豪分糧食的組合拳，平民看了流淚，貴族看了流汗，老鼠看了都得說一句：捨我其誰？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這場戲拍的確實有黑色幽默的質感，攝影構圖也講究到讓人頭皮發麻。雷尼拉在宴會桌前的機位，跟全遊第8季丹尼利斯黑化前如出一轍。厭惡貴族，心繫平民，堅信自己是天選之人。HBO 這是明示了，祖奶奶的風是有配方的，而且配方傳了300年。但政治邏輯上，這操作無異於自殺式團建。你剛進城，立足未穩，國庫空空，軍隊沒響，加冕儀式都湊不出預算，然後你把全城手裡有錢、有糧、有私兵的地頭蛇，用餵蛆蟲烤鼠這種載入史冊的侮辱方式一次性得罪光，要麼殺，要麼拉攏。請人吃老鼠算什麼？既沒消滅敵人，又親手批量生產了敵人。雷尼拉正在速通如何氣死所有盟友成就，這一幕棄權貴族，下一幕您接着看。他棄海軍，進度條拉得比他的龍飛得都快。最扎心的點評來自枕邊人，連戴蒙都看明白了，這一手最多解決幾周的糧食問題，代價是永久得罪了所有錢袋子。朋友們，當一個政治決策連戴蒙坦格利安那個下一幕還要規劃殺侄子當神明的男人都覺得欠考慮的時候，他離災難的距離就不遠了。海蛇的落戶難題，原著裡3分鐘辦完的業務，劇版炒成了朝堂離婚現場。本集戲劇衝突高潮來自柯利斯，一向在女王面前唯唯諾諾的老海蛇終於爆發了。老爺子為黑黨押上了全部身家，艦隊沉了，老家被燒了，老婆死了，家族快絕後了。如今只求雷尼拉給他2個私生子亞當和阿玲一個合法身份，讓瓦列利安家的姓氏別斷在他手裡。雷尼拉的回復是：不行，理由時機不對，怕動搖他的統治合法性，怕有人順藤摸瓜，質疑他自己那幾個孩子的血統。克里斯當場撕破臉，當眾直接開大：你的兒子喬佛里就是私生子。然後小傑、小路、喬佛里挨個點名，一個都沒放過，甚至把被戴蒙砍了腦袋的瓦蒙德都從墳裡喊出來助陣。這段對峙的殺傷力在於他說的每個字都是對的。雷尼拉自己揣着3個斯特朗牌私生子登基稱後，轉頭對盟友的私生子搞戶籍管制，這已經不是雙標了，這是標準答案抄在手心心，一扭頭還不要其他人作弊。但這場戲在《血與火》裡壓根兒不存在。原著裡這筆業務辦得有多絲滑，雷尼拉是樂意之至的把亞當·阿林合法化，名義上認作蘭尼諾的遺腹私生子。注意這個操作的精妙之處，全維斯特洛都心知肚明，這倆是柯利斯的種。但走蘭尼諾之子這條流程，柯利斯的面子保住了，潮頭島的繼承人有了，
而且絲毫不碰雷尼拉自家孩子的继承顺位，一份文件3方共贏，這才叫正直。原著裡的雷尼拉用1個戶口本完成的操作，劇版編劇改成了朝堂護洋黑料。網友的評論很精闢，劇版雷尼拉是在最不需要政治操守的時候選擇了最愚蠢的政治操守。更要命的是蝴蝶效應，原著裡海蛇和雷尼拉的決裂发生在很晚的藤石鎮之戰之後，2個平民龍騎士叛變，雷尼拉疑心病發作，下令把所有龍種通通下獄，連忠心耿耿的亞當都要抓。克利斯給兒子通風報信放跑了他，這才被扔進地牢。黑黨就此內部塌方，看明白了嗎？原著的決裂是多疑毀掉忠誠的悲劇，是被戰爭一點點碾出來的裂縫。劇版把它提前兌現成了一場你不給我孩子上戶口的個人恩怨，一個是希臘悲劇，一個是家庭倫理調解節目，拉垮慘不忍睹。而且從權謀邏輯講，劇版克利斯這波操作也是自殺式的，當眾指着女王鼻子罵他兒子是野種。老爺子啊，你是黑黨唯一的海軍啊，你這不叫維權，你這屬於張獻忠衝塔。原著裡那個縱橫七海、老謀深算的政治玩家，被編劇改成了一個家長會中衝上講台質問班主任的憤怒大家長。當然也得說句昧良心的好話，從演員的角度，這可能是史蒂夫·圖森特開播以來最過癮的一場戲。畢竟前2季半，海蛇的戲份基本是收到消息、轉達消息，表情凝重的看海。用我之前有過的一句評價來說，海蛇終於不當傳達室大爺了，代價只不過是編劇又拆了一面承重牆。戴蒙的融資路演，順便殺個侄子，順便當個神。最後咱們必須聊聊那個該死的預言。戴蒙本集繼續活在自己的 PPT 裡，他在城牆上對雷尼拉展開路演：我們有6條龍，我們要征服全世界，我們要飛去那個傳說中人長着翅膀的城市，我將把我們塑造成神。融資講到興頭上，他輕描淡寫補了一句：哦，對了，回頭得把戴倫殺了。畫餅畫到一半，順嘴安排滅職，語氣跟記得取快遞一樣自然。城裡老鼠都吃不上蠟燭了，姨父的規劃已經到了長翅膀的城市。這不是雄主，這是一個拿着預言當商業計劃書，找不到天使投資人就找天使本人的創業瘋子。馬丁老爺子筆下的血龍狂舞是一場純粹的人禍，由貪婪、怨恨、傲慢和一連串爛人爛事層層堆出來的家族悲劇。它的震撼恰恰在於沒有任何崇高的理由，龍殺龍只因為人是人，而劇版非要給這場悲劇焊上冰與火之歌的救世主敘事，把一場自相殘殺硬掰成為了对抗異鬼而不得不進行的偉大犧牲。我的頻道一位網友一句話評論捅穿了這套敘事的死穴：18條龍死完，異鬼才有機會。是啊，如果預言的劇本要求坦格利安家先把自家最強戰力屠宰乾淨，那雷尼拉和戴蒙根本不是天選救世主，他們是異鬼安插在人類陣營的最強臥底。績效拉滿，用拯救世界來美化自滅滿門，這格局不是拔高了，是拔斷了。盤點本集，我們看到了飄染技術吊打全維斯特洛的假王子，看到了被耳鳴和痛經雙重暴擊的女王，看到了對着蛆蟲烤鼠干瞪眼的權貴，看到了終於不當傳達室大爺的海蛇，還看到了一邊畫餅一邊預定殺職的姨父。雷尼拉登基第1周，把他逼到了瘋狂邊緣，而片頭那只舔血的老鼠始終提醒我們，王座上的人換了一茬又一茬，紅寶的老鼠是終身制。我是你們的吐槽擔當露天電影院，下期龍之家族深度解析，再見。